今天要来介绍长荣的贵宾室 Star 以及长荣 Airbus A321 桃园飞航馆的商务舱。那我们从贵宾室先来吧。长荣的贵宾室有4个等级 ：The Club、The Star、The Infinity、The Garden。由下往上等级递增，每个等级都有不同的入场规定。我会把相关连结贴在资讯栏。这次要分享的是第2集 The Star。我觉得长荣的菜色蛮丰富的，可以让你在出国前完整的回味台菜，像是季节时蔬、豉椒爆豆干片、八宝菜饭，还有肉丸、小银丝卷、饼干跟调味料、饮料冰柜、咖啡机和酒类，全部都不用另外收费哦。buffet的部分我觉得口味中规中矩，菜色多元但没有到特别惊艳，不过一定可以让你在上飞机前吃饱。贵宾室内有提供各国报纸以及随处可见的插座，整体环境干净也安静，很适合给转机的旅客休息。不知道是不是要呼应名字 The Star， 贵宾室的天花板装潢有星星的感觉，还蛮可爱的。我觉得以中阶定位的贵宾室来说，长荣的 The Star 发挥得不错，有给我享受的感觉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进入更高阶的贵宾室。再来准备去体验商务舱喽。这次坐的是小飞机的商务舱，全舱8个座位。菜单我觉得蛮有质感的，有2种主菜可以选择。前菜是腌制章鱼加沉香鹅肉干派。主菜是麻油鸡加麻油面线，2道菜都好吃，不会有微波食品的感觉。菜单之外还有酒单，蛮特别的是长荣有专属鸡尾酒，长荣特调、极光跟热情岛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看看。我这次点的是只有日本航线提供的清酒。踏记纯米大吟酿，它蛮浓烈的，没有喜欢喝酒的朋友自行斟酌。再来是座位的部分，因为是短程航线用 A321 飞，座位没有办法躺平，但脚可以很舒服的往前放。那我们就把这个蛋脚舒服的往前放哈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插座，我觉得这点超棒，可以在落地前把手机充满。再来是商务舱专用耳机，耳罩式耳机我非常喜欢，飞行时难免会有很大的噪音，它可以让音响降到最小。座位把手上有调整椅子的按钮跟耳机孔，插上耳机后跟大腿还剩蛮大的空间。关于机上娱乐系统，我觉得长荣的电影都更新的蛮及时的，可以看到很多刚下档的片，这部分还蛮满意的。我觉得短程线的商务舱蛮值得花钱的，相对长途航线商务舱来说，单价比较能负荷，而且一样可以选餐跟优先上下机，会让整个心情变很爽。今天大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